近期，从拜登签署对台军援法案，美国政客妄言台湾民众持枪，到美军有意在台存放军备库存等等，美国持续在台海局势上添油拱火。国防部先发言人吴谦25号警告，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 有关美台之间军事勾连的问题，在今天20多个提问中占据了近1/5的版面。国防部发言人表达了严正的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实际上，我也注意到，昨天国台办呢也已对此发表了明确言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兑现不支持台独的承诺，停止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 在25号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多次就美台勾连进行批驳。他强调，台湾有事源自美国搅事。如果美方真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那就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立即停止武装台湾，立即停止一切美台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当地时间4月24号，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总价值为950亿美元的4项支出法案，其中有81亿美元将用于在台湾地区和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具体来看，美国向印太地区提供的81亿美元支出中，20亿美元用于为台湾地区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军事资助，19亿美元用于补充台湾地区和地区伙伴的防务项目和服务。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援助法案通过后发表讲话称：“我们宁愿把子弹送到海外的冲突中，也不愿把我们自己的孩子或军队送到海外。” 评论指出，这句话语直白暴露出美国军援不过是为了让他人替美国人流血而已。对此，吴谦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近段时间以来，美方以对台军售、军援等方式，虚化、掏空和歪曲一个中国原则，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严重错误信号。 只会加剧台海紧张局势，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纵容支持台独，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美国纵容台独的危险行为还不止于此。近日，美国国会研究处发布了国会的台湾防务议题报告。 根据这个报告，2023年美国派驻到台湾的军事人员有41人。事实上，美军事人员鬼鬼祟祟地窝在台湾，早已不是什么新闻。2021年，蔡英文在接受外媒采访时就曾公开承认，台湾岛内确有美军存在，引起舆论哗然，但具体人数讳莫如深。 去年4月，岛内媒体披露，美军派遣近200名现役教官驻台协助台军训练，涉及电磁战、共同作战平台整合、陆基防空、基地安全、反舰火力配置等方面的任务。美国西肯塔基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奇曾针对若台海爆发冲突，你有多大信心美国会协防台湾，对1105名岛内民众进行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超60%受访者对美国所谓协防台湾没有信心。李奇直言，尽管美国一再提及所谓对台承诺，但这是否属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不得而知。因此，台湾民众持怀疑态度也顺理成章。对此，岛内网友纷纷提出质疑。岛内网络论坛 PTT 上有评论就称，子弹真的打来，人的本能反应会自己找地方躲。以目前台湾和美国在军事安全合作越来越密切。 不只有人员训练，也有一些武器装备的销售等等，甚至谈一些更进一步相关的一些合作。总体来讲，我认为数字其实远远大于41亿人。除了派驻军事人员，台湾还有沦为美国的弹药库的风险。台当局防务部门负责人邱国正24号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询答时提到，有关美国在东亚建立的军备库存，目前细节不方便在此说明，但概略都有方向。 但邱国正强调，库存界定很多，若是维保中心，就会有很多装备来。但这个姿势体大，不要延伸到政治问题。大家为什么要把国外装备放到我们这来？
可能会引起政治方面或两岸之间这些问题。邱国正在去年3月回应质询时，首度透露，台当局与美国正在讨论美军弹药存放在台湾一事。消息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岛内舆论普遍担忧，此举将让台湾沦为美国的弹药库，进一步升高台海紧张局势。台湾海军退役中将蓝宁丽曾撰文表示，把台湾变成美军军备的储备库，美军舰机必须进入台湾港口、机场进行补给，这根本是火中取栗。他认为，民进党当局跟着美国嚷嚷非对称作战好几年了，美国人终于想起台湾还有封锁这个问题，这才是美军拟把在东亚的军备库存改存放台湾的基本原因。再来就是准备执行毁台计划了。对于美国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对外援助法案中，包括了19亿美元对台湾地区及区域伙伴的援助，您是如何看？首先，我想声明的是，台湾问题跟俄乌问题、巴以问题有着本质性的不同。乌克兰与以色列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而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国会通过的950亿美元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中，包括了援台资金，是对中国主权完整与内政问题的粗暴干涉。援台法案的通过，再度反映出了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口是心非。也就是嘴巴上说不支持台独，但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这一做法显然是在给即将上台执政的务实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发出了一个错误的政治信号，使得未来的台独势力与台海局势更加难以管控。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虽然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了包括援助台湾在内的这个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但是假如反思一下这个法案出台的过程以及相关的援助细节，我觉得蔡英文当局还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首先，在俄乌战事打得难解难分，乌克兰军队逐渐在地面战中失去了主导权，迫切需要外援的情况下，这个对外援助法案却是千呼万唤了半年之久才最终出台。这背后的原因涉及到的不仅仅是民主与共和两党、特朗普与拜登的权力之争，同时还涉及到了美国国内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之争，也就是干预主义与孤立主义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之争，并且孤立主义正在逐渐抬头，卷土重来。在这一大背景下，尤其是假如奉行孤立主义的极右路线代表的特朗普重回白宫，未来美国是否真的会为了台湾问题而跟强大的中国不惜一战，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其实在这个一揽子援助法案当中，对乌克兰的援助高达608亿美元，对以色列的援助也有263亿美元，而对台湾的地区的援助却只有区19亿美元，而且其中还包括了对本地区其他伙伴的援助。这个也就意味着，对台湾的援助实际上属于点缀和象征性的。大家知道，真金白银是不会骗人的。它说明在拜登政府的眼中，俄乌问题、巴以问题与台湾问题还是亲疏有别的。美国国会批准对台军援这件事，又会对接下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说起中美关系，我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这2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正在中国访问。除了俄乌问题之外，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双方博弈的焦点议题之一。而且根据外电报道，布林肯这次访华带有来者不善的意味，其中典型表现就是在布林肯即将启程之前，《华尔街日报》引述所谓的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称，美国白宫正在研拟所谓的制裁措施，准备将中国部分银行排除在全球金融体系，也就是SWIFT结算系统之外，以阻止北京所谓的对俄罗斯军事生产的商业性支持。大家知道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切断一个国家的银行跟SWIFT全球结算系统的联系，被号称为美国的金融核弹。过去这些年来，美国只在跟敌对国家伊朗以及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俄罗斯身上用过，这次就被用来威胁中国了。而且由于伊朗与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在遭受西方的经济与金融制裁，其经济与金融的对外依赖性
并不是很强，跟早已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不要说对中国的银行真正使用这个金融核弹了，就算是威胁使用，其负面后果都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一叶知秋，这些都意味着眼下的中美关系又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走对了方向可以让中美关系触底反弹，走错了方向这会让中美关系继续向下沉沦。而且中美这一步的战略抉择不仅事关俄乌问题、台湾问题的走向，事关中美关系的走向，而且事关整个人类的命运。